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。咁呢度同大家更新個大陸嘅新聞啊。咁講下碧桂園啦。咁而家深陷債務危機嘅大陸房企碧桂園啊，就傳出好多唔同嘅流言啦。又話個兩父女走佬啊，咁啊又話咧俾人監視住啊。咁結果咧佢哋碧桂園咧就有係做澄清嘅，就話兩父女仍然喺度工作緊，開緊會啊。咁之前就傳出啦，未喺寬限期結束內咧就支付到1540萬美金嘅美元債息，就成為有史以嚟啊第一次出現美元債券違約啊。而受託人花旗國際向持有人發出嘅通知指出呢，就話碧桂園未能夠喺上週結束嘅寬限期內俾到呢個利息，所以已經構成違約事件啦。咁碧桂園而家今日已經正式嘅違約㗎啦。而彭博嘅報道啊，呢個代表如果未償還票據本金總額至少25% 嘅持有人提出要求，花旗國際就必須即刻宣布本金同利息到期，而目前仲未有跡象表明債權人提出任何要求啊。咁碧桂園先前已經錯過9月17號嘅最後期限啦，未喺30日寬限期結束之前就俾到呢個1540萬美金嘅債權利息，而家係正式違約嚟㗎。而碧桂園呢，其實就係全球負債最重嘅中國房地產開發商之一啦。其實碧桂園之前已經話係冇辦法按時履行所有離岸付款業務啊。而根據報道所指呢，就中國嘅市民好擔心碧桂園冇辦法完成到所謂嘅住宅建造，即係保交樓啦。咁呢一點呢，係直接衝擊碧桂園嘅房產銷售啊。佢9月嘅合約銷售額按年減咗81%，變成一個死循環，冇信心，唔買樓，要賣樓先可以起樓。咁所以呢個問題非常之嚴重㗎。而碧桂園佢最近呢係請咗啲顧問去審查佢嘅資本結構。目前碧桂園仲未對任何中國境內嘅債券正式違約。9月嘅時候，碧桂園呢係獲得票據持有人嘅批准，延長對9種境內證券嘅付款啦。本金呢總額係147億人民幣啊。咁即係話呢，碧桂園佢可能外債我賴皮，內債我無論如何要找咗佢，唔能夠好似恒大咁樣錢去美國，債留中國。如果咁樣做嘅話，兩父女可能要監獄團聚啦。唔係監獄團聚唔到，男女監獄係分開嘅。而其實碧桂園呢一直以嚟都好着重喺中國3、4線城市發展，用嗰個滾動式去做擴張㗎。以碧桂園嘅合約銷售額計算，而家一共係有3000個樓盤係起緊嘅，但係會唔會爛尾呢？咁同埋佢預計碧桂園起緊樓嘅數量係恒大嘅4倍，所涉及嘅客戶亦都係恒大嘅4倍，所以如果碧桂園倒閉嘅話，個衝擊波會相當之驚人，比恒大更加嚴重啊！恒大係屬於無序擴張，亂咁買嘢，亂咁使錢，亂咁做生意，然後搬錢走啊嘛。但係碧桂園呢，佢係做緊一個所謂嘅房地產商嘅優等生，咁個3條紅線呢，亦都係合格㗎之前。但係咁嘅情況之下，碧桂園仍然而家都係咁樣嘅情況。咁之前亦都同大家講過啦，買樓唔係話有政策支持就得嘅，除咗政策支持呢，亦都要大家個袋有錢，對市場有信心先會買嘅。咁但而家以碧桂園嘅信譽同埋咁多負面新聞嘅情況之下，佢想做翻好個營業額唔係咁容易。咁其實自從恒大許家印佢俾人拉咗之後呢，可以講得上係同其他房企上咗一課嘅。許家印係想通過資產轉移嘅手段規避風險，但係個代價非常之高，而家已經係消失咗，唔知去咗邊，因為俾人拉咗啦嘛。咁所以呢，亦都同緊碧桂園講你想做拉拉扯扯迴避，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啦。而其實呢，碧桂園你見佢而家好似好多動作敲鑼打鼓㗎，喺度做樣俾中央睇，但係其實喺呢啲動作之前呢，碧桂園亦都係將部分嘅股權轉贈咗俾香港慈善機構。呢一個慈善機構呢，就係佢自己碧桂園嘅基金嚟嘅，就叫國強基金會。好多人認為呢，佢當時係響度做緊轉移資產㗎，因為個數字唔低㗎，有成50億㗎。咁原來
碧桂園同恒大一樣啊，都喺美國發行咗好大筆嘅債券啦。同恒大個情況都一樣㗎，呢啲債券嘅持有者咧，大多數都係同楊氏家族相關嘅實體嚟嘅，即係話公司每年咧就要向呢啲個人嘅債權人支付高額利息啦。咁所以而家索性唔找啦，有部分。咁如果碧桂園係債務危機嘅話，對成個中國嘅負面影響咧係會大過恒大嘅。因為恒大集團陷入困境嘅部分原因就係佢產業結構單一，而碧桂園都有類似嘅問題啦。就算碧桂園喺多個行業都有投資啦，但係公司嘅核心業務啊，仍然集中咗喺3到4線嘅城市。咁而家連1、2線城市啊，嗰個樓市都麻麻地啦，更何況係你3、4線更加冇人買啦。咁呢啲城市呢個經濟相對地比較脆弱，存款規模比較少，買得起樓嘅人亦都冇1、2線咁多。再加上1、2線城市其實會有人係買樓嚟做投資嘅或者出租，但係3、4線唔一定咯。所以如果碧桂園呢係瀨大鑊嘢，做唔到保交樓破產嘅話呢，係直接會對呢啲城鎮嘅經濟造成好嚴重嘅影響啊！即係話係由鄉村啊、小市鎮啊咁嗰啲爆破啊，影響埋1線城市嘅。而碧桂園嘅債務總額而家係有1.4萬億左右嘅，同恒大嚟比就少咗1萬億啦。但係呢個數字都係非常之大嘅，用恒大嚟比呢就唔太公平嘅。咁但係碧桂園喺而家嚟講呢，佢個盈利能力都係開始有問題嘅，因為地產市道低迷啊，佢哋公司今年嘅營收呢係跌咗接近一半嘅，係有去到43.9%，係跌40幾%喎。咁令到佢公司現金流緊張啊，仲有啊，要不斷咁還呢啲債券㗎。喺還債券嘅同時呢，佢係唔能夠發到新債。點解啊？因為佢舊債都未找到啊嘛。咁仲有一點，而家加息嘅話，你要發外債啊，你要用到一個幾高嘅利息先至可以有人肯借錢俾你呢。如果你利息唔夠吸引，我去做定期得啦，仲加靈活，使乜買你碧桂園呢啲有機會爆嘅債啊？咁所以呢，呢一個楊國強父女係做咗好多動作啦，包括楊國強呢係有親自落去地盤影相做大龍鳳出鋪嘅，然後呢又賣私人飛機啦，賣自己有1/4股權嘅飛機啦，就賣嗰1/4咯。咁跟住落嚟再借咗3億嘅美金就俾碧桂園，就等佢頂下數做下保交樓啦。咁其實而家留翻俾佢哋嘅路呢唔多，就係要用個人嘅資產去救公司，所以先有頭先所講嘅3億美金。但係佢哋嘅個人資產可唔可以做到咁龐大嘅保交樓呢？我認為唔得咯，因為個波已經吹到好大㗎啦。佢賣唔出啲樓又要做保交樓嘅話，根本個人嘅資產頂唔到咁多。仲有條路嘅就係同呢啲債權人去談判咯。但係你而家違咗約啦，你談判嘅只有係同中國嘅債權人有談判過咯。但係之後下一年陸陸續續有 N 個債券係到期嘅喎，咁仲未計利息喎，呢啲本利一齊還，佢哋頂唔頂得順啊？咁所以而家呢，許家印呢個事件已經成為呢啲內地房地產嘅噩夢啊！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，大家有咩想講，下邊留個言啦，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